心灵暖流，生米恩，斗米仇。善心施援当警惕，避免一时之恩成大错。在人生旅途中，我们都曾是那位无私帮助朋友的人，长时间伸出援手，无论是在困难时刻或默默无闻，我们都是那位不求回报的朋友。但曾经有一次，当我们真正需要时，我们却发现友情可能不再坚不可摧，或是长时间的帮助一个人时，却在有次无法及时的给予帮助后，却被以前都可以帮忙现却不帮忙的批评或抱怨。你是否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况？我们将在这个视频中探讨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，它反映了生米恩，斗米仇的主题。这个成语说明了，当我们长时间帮助他人，但在某个时刻，我们需要帮助时，却遭到他们的不满和记恨。这个成语提醒我们，人际关系是脆弱的，友情需要珍惜，而感恩和无私是维持友谊的关键。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生米恩，斗米仇的故事，并明白它的寓意和现实生活中的应用。无论你是长时间帮助他人的人，还是需要帮助的人，这个视频都将带给你启发和反思。不要成为那个忘恩负义的人，而是成为一个真正感恩和无私的朋友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首先，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句生米恩，斗米仇的故事。很久以前，生活在一个宁静的村庄里的阿明和小华是最要好的朋友。阿明的家庭富裕，拥有大片的土地和丰富的谷物，而小华的家境则相对贫困，只有一小块土地，完全依赖农作物为生。有一年，大旱袭击了他们的村庄，农田枯萎，村民们面临饥荒的威胁。阿明的家庭虽然不至于挨饿，但小华的家庭却陷入了绝望。一天，阿明决定帮助小华，他派自己的儿子送了1升大米给小华的家庭。虽然只有1升，但这升米对小华的家庭来说就像一线生机，解决了当下的饥饿问题。小华一家感激不尽，他们深知阿明的善意和友谊。这1升米不仅是食物，更是无私的援助和情谊。这就是生米恩的开始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天气逐渐恢复正常，村庄的农产品也开始有了收成。小华的家庭终于摆脱了饥荒的困境，他们感到无比幸福和感恩。在一个村民聚会上，小华公开感谢阿明的无私帮助，对他说：“阿明兄，当初您的1升大米救了我们的生命，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。”阿明听到这番话，微笑着回答：“这只是我们邻里之间应该做的，不值一提。”然后他问：“你的农作物今年有收成吗？”小华高兴地回答：“是的，今年的收成很好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饥饿了。”阿明感到高兴，于是提议：“如果你们需要种子，我可以给你们1斗种子，这样明年的农作物会更好。”小华一家当然高兴地接受，他们拿了阿明的1斗种子回家。然而，当他们讨论如何分配种子时，情况开始改变。一家人开始对阿明抱怨，他们认为阿明家境富裕，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种子，而不是这么少。他们的态度变得苛求，开始对阿明有所不满。他们感到阿明有义务提供更多的帮助，因为阿明以前曾给过他们大米。这个故事的生米恩，斗米仇寓意深刻，反映了当我们对帮助有所期望时，友情可能转变为仇恨。它提醒我们，
在帮助他人时，要保持无私和善意，不要对帮助者产生过高的期望，以免破坏友谊。升米恩斗米仇这个成语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，提醒我们在人际关系中保持感恩、友善、和蔼的态度，并警惕一时之恩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。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两个关键的寓意。首先，它强调了无私的帮助和友善行为的价值。当我们帮助他人时，无论多少，都应该出于善意和真诚。这一升大米代表了友谊和援助，不仅是食物，更是生命的礼物。当我们帮助别人，我们应该从内心希望对方得到帮助，而不是期待回报。其次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谦虚和感恩。当我们接受帮助，不应该让它变成一种期望，也不应该忘记感恩之情。小华的家庭在得到帮助后，心存感恩，但当他们开始苛求更多时，友谊开始破裂。这是一个警示，我们应该谦虚地接受帮助，不要让友谊因为物质而受损。这个寓意也应用于现实生活，我们应该珍惜那些长时间支持我们的人，并保持真诚、无私的态度。当我们帮助别人，应该心怀感恩，而当我们接受帮助，应该谦虚和感谢。这样的态度将有助于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，并避免升米恩、斗米仇的情况发生。最重要的是，让我们记住友谊的价值远高于物质，不要让财富或物质需求摧毁我们与朋友和亲人之间的连结。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环境，都要保持一颗感恩的心，持之以恒地爱与关怀他人，并永远珍惜友谊的可贵。让我们一起传播这个友谊的寓意，激励他人也去成为善良、感恩的人。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感恩和无私的心态，并警惕一时之恩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。有许多情境与升米恩、斗米仇相关，让我们反思和提醒自己。首先，友谊的价值远高于物质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需要帮助的朋友或亲人。当我们伸出援手时，应该纯粹出于善意，不要期待回报。同样，当我们接受帮助时，不要将它视为理所当然，而是要心存感恩。其次，感恩的态度能够保持友谊的长久。如果我们接受帮助后，开始苛求更多，我们可能会破坏与朋友或亲人之间的关系。相反，感恩的态度将有助于维护友谊，使其变得更加坚固。另外，我们应该警惕一时之恩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。有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帮助朋友或亲人，但当我们无法提供帮助时，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心存怨恨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情感，但也要提醒他们感恩的重要性。最后，我们应该传播升米恩、斗米仇的寓意，鼓励他人保持感恩、无私和友善的态度。这个故事不仅是一个警示，也是一个启发，让我们共同努力创建更美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。让我们牢记这个深刻的故事，每天都以感恩的心态面对生活，尊重友谊，并成为那个无私、善良的人。不论我们是给予还是接受帮助，友情和感恩是人际关系中最珍贵的宝藏。让我们共同珍惜并传递这个宝贵的信息。朋友们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，让我们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智慧，来接受更多的挑战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
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